一位哈佛大学的脑科学家在某个寻常的早晨醒来，忽然发现自己的大脑正在崩溃，他的语言消失了，记忆消失了，连我是谁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无法回答。他不会走路了，不会说话了，不会读写了，甚至连母亲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可就在他濒临死亡的4个小时里，他却看见了一样东西，一样我们所有人的大脑里都藏着，却从未被触碰过的东西。他说，那是涅槃，是宇宙的底层代码，是一扇通往永恒宁静的门。而最可怕的是，他说这扇门就在你我的脑子里，随时可以打开，只需要一个念头。他叫吉尔·泰勒，哈佛医学院的神经解剖学家。在2008年，他站上 TED 的讲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那场演讲成为 TED 历史上第一支爆红全网的影片，至今观看量超过2700万次。时代杂志将他选为2008年全球100大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他是欧普拉超级灵魂网络直播节目的首位嘉宾。他的回忆录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停留了63周，至今仍然常年占据亚马逊中风类书籍的第1名。而这一切的起点不是什么伟大的学术突破，不是什么精密的实验设计，而是一场差点夺走他性命的脑中风。但在说他的中风之前，我们得先搞清楚一件事，吉尔·泰勒为什么会走上研究大脑这条路？因为这个原因直接决定了他后来看见的那些东西的深度。吉尔有一个哥哥，大他18个月。小时候，他们是形影不离的玩伴。哥哥是他认识世界的向导，是他理解人类情感的第一任老师。可到了5、6岁的时候，吉尔隐约感觉到他和哥哥对世界的理解方式似乎不太一样。同样面对母亲的一个表情，他的反应和哥哥的反应完全不同。到底是谁不正常？他不知道。这个问题困扰了他整个童年，直到哥哥上了大学结了婚，一步步坠入了一个他自称为麦可王子的世界。他相信自己是未来基督的新娘。在吉尔进入印第安纳大学攻读神经解剖学博士的那一年，他的哥哥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这个诊断让他既解脱又痛苦。解脱是因为终于有了答案，他不是那个不正常的人；痛苦是因为他深爱的哥哥将永远活在一个与他不同的现实里。从那一刻起，他的学术生涯有了一个极其鲜明的焦点，他要搞清楚到底是大脑里的什么东西出了问题，才会让一个人无法区分梦境和现实。为什么他可以把梦想连接到现实世界并让它成真，而他的哥哥却只能让梦想变成妄想？带着这个问题，他来到了哈佛医学院，在精神科实验室里研究精神疾病的大脑组织差异。他加入了哈佛大脑组织资源中心，也就是俗称的哈佛脑库。他的工作之一是说服那些患有精神疾病的病人家属，在病人去世后捐出他们的大脑用于科学研究。因为自己哥哥的经历，他对这些家庭有着异乎寻常的同理心。他知道那种看着至亲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痛苦。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把整个职业生涯都献给了理解大脑的人，在37岁那年的一个早晨被自己的大脑背叛了。让我们回到那个早晨，1996年12月10日，波士顿。几周前，他的办公室才刚在麻省总医院的一场颁奖典礼上获奖，生活看起来一切顺利。可这天早上，闹钟响起的那一刻，他睁开眼睛，左眼后方就传来一阵剧烈的搏动性疼痛，一下一下，抓住他又放开，抓住又放开。他以为只是普通头痛，于是照常起床，跳上室内心脏健身机开始运动。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发现自己身体里的一切都慢了下来，每一步都僵硬而刻意，动作完全失去了流畅性。他的感知范围急剧收缩，仿佛整个世界被调成了慢动作。他走进浴室，准备淋浴。当他打开水龙头的时候，水流撞击浴缸的声音像爆炸一样冲击了他的听觉系统。他后来回忆说，那个音量大到把他整个人都推了回去。他意识到自己的听觉皮层出了严重问题。就在这时，他听见了一个声音，不是外面的声音，而是身体内部的声音。他听见自己的肌肉在对话，一个微小的声音在说，好的，你收缩，你放松，你收缩，你放松。一般人可能会觉得毛骨悚然，但作为一个神经解剖学家，他在心里默默地做笔记。哦，
这是运动皮层的回路开始出现异常了。然后他失去了平衡，整个人靠在了浴室的墙上。他低头看自己的手臂，忽然发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无法分辨自己手臂的边界在哪里。他手臂的原子和分子与墙壁的原子和分子融为了一体。他说他感觉不到自己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他觉得自己像宇宙一样巨大，像能量一样无边无际，没有恐惧，没有焦虑。他后来才知道，恐惧中枢杏仁核和意识之间的连接已经被切断了，他物理上已经无法感受到恐惧。这是中风发生后大约20分钟。然而这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在中风，因为他不是神经科医生，他平时不接触中风病人，所以他不知道这些就是中风的警示信号。他只知道有什么东西严重不对劲了，然后仿佛有人按下了静音键，他左脑的喋喋不休忽然停止了，完全的寂静。那个一直在他脑子里唠叨的声音，那个告诉他该做什么，该担心什么，他是谁的声音忽然消失了。而在那片寂静中，他看见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继续讲他看见了什么之前，我想先请你做一个小实验。现在闭上眼睛3秒钟。好了，在那3秒钟里，你的脑子里发生了什么？是不是有一个声音在说我为什么要闭眼睛？然后另一个声音在想等一下还有什么事要做？然后又一个声音在评价这个影片。这些声音，这些永不停歇的内心独白，就是你的左脑在工作。它每分每秒都在你脑子里讲话，从你早上醒来到你晚上睡着，它一刻都不停。而大多数人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个声音的存在，因为他们以为那个声音就是自己。吉尔中风那天最震撼的发现就是，那个声音不是你，那个声音只是你大脑左半球制造出来的一个功能。当那个功能被关闭的时候，你依然存在，而且不仅存在，还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存在着，更清澈，更完整，更和平。这就像你在一个嘈杂的工厂里工作了37年，耳朵里时刻充斥着机器的轰鸣声，你已经习惯了这种噪音，习惯到你甚至忘记了安静是什么感觉。然后有一天，所有的机器忽然停了，在那片突如其来的寂静中，你听到了窗外的鸟鸣，听到了风吹过树梢的声音，听到了远处河流的潺潺。这些声音一直都在那里，从未消失过，只是被工厂的噪音盖住了。吉尔说，那天早上他听到的鸟鸣就是和平，就是涅槃，它一直都在那里，在每个人的大脑里，只是被左脑那台永不停歇的机器盖住了。要理解他看见了什么，我们得先理解人类大脑最基本的一个架构。我们的大脑分为左右2个半球，通过大约2亿条神经纤维组成的胼胝体相互连接。这2个半球的分工方式可能是人类身上最被低估的设计之一。先说左脑，左脑是我们的叙事者，是那台永不停歇的广播电台。它用语言思考，用逻辑推理，用线性的方式把过去、现在、未来串成一条时间线。它负责细节，负责分类，负责区分你和我，这里和那里，好和坏，对和错。它是那个不停在你脑子里说话的小人。今天该交报告了，昨天那个人对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下周的飞机票订了没有？你的存款还够不够？最重要的是，左脑制造了一个东西，那就是我。我是吉尔·泰勒，我是神经解剖学家，我今年37岁，我在哈佛工作，我有一个精神分裂症的哥哥。这些身份，这些记忆，这些与外部世界的连结，统统住在左脑里。左脑定义了你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没有左脑，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甚至不知道名字是什么概念。那右脑呢？右脑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右脑活在当下，只有此时此刻。它不用语言思考，而是用图像，用感觉，用身体的动觉来处理信息。它不区分你和我，不区分里和外，不区分过去和未来。在右脑的意识里，所有的能量都是相连的，所有的生命都是一体的。你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你。信息以能量的形式，同时通过所有感觉系统涌入，然后在当下这个瞬间爆炸成一幅巨大的拼贴画。这个瞬间看起来是什么样子，闻起来是什么味道，尝起来是什么感觉，摸起来是什么触感，听起来是什么声音。没有语言去标签它，
没有逻辑去分析它，只有纯粹的、未经过滤的当下的体验。听起来很玄，对吧？可这不是什么神秘主义的胡说八道，这是有解剖学基础的。右脑的神经回路处理的就是这种整体性的、非语言的当下的体验。吉尔不是在讲哲学，他是在讲他花了几十年研究的脑细胞。正常情况下，这两个半球相互制衡，左脑的喋喋不休会压制右脑的宁静感知，就像你在嘈杂的市场里听不到远处的鸟鸣一样。而右脑的整体感受也会被左脑的分析滤镜所过滤。我们日常体验到的现实其实是两个半球的合作产品，但因为我们的文化和教育极度偏向左脑的价值观、逻辑、语言、效率、个人成就、竞争、计划、控制，所以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活在左脑主导的世界里，从来没有真正体验过右脑独立运作时的意识状态。而吉尔那天早上发生的事情，等于是有人直接把左脑的电源拔掉了。血液涌入左半球的过程不是一瞬间完成的，而是像潮水一样一波又一波，所以吉尔的体验是在两个世界之间反复跳跃的。一会儿左脑回来一点，他能想起自己是谁，能意识到危险，大脑里的声音在大喊：你得求救，快打电话。一会儿左脑又被血液淹没，他就立刻飘回右脑的意识里。他给那个状态取了一个昵称，叫做乐乐园。在乐乐园里，所有与工作相关的压力消失了，所有人际关系带来的焦虑消失了。37年的情绪包袱、恐惧、怨恨、焦虑、自我怀疑、比较、嫉妒、不安全感统统消失了。他感觉自己变轻了，变大了，像是融入了一片无边无际的能量海洋。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再是一个固体，而是一个由50兆个分子天才组成的能量门户，而那些分子正在和周围所有的能量共舞。他后来在 TED 上描述这种体验的时候说，想象一下，如果你能完全切断那个把你连接到外部世界的大脑喋喋不休，那会是什么感觉？所有的压力都消失了，你感觉自己像是漂浮在一片温暖的光里。然后他停顿了一下，看着台下的观众说，那种感觉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涅槃，全场寂静。可就在他沉浸在这种宇宙级的宁静中时，左脑又挣扎着上线了。他说，嘿，你得集中注意力，我们有大问题，我们得求救。于是吉尔机械地走出浴室，穿上衣服，在公寓里走来走去，心里想着，我得去上班，我得去上班，我能开车吗？就在这个时刻，他的右臂完全瘫痪了，像一根死木头一样垂在身体旁边。一个正常人到这里可能已经彻底崩溃了，可吉尔的左脑刚好又冒出了一丝清醒，而那一丝清醒里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恐惧，而是科学家的好奇心。他想，天哪，我正在中风。然后紧接着第二个念头，天哪，这太酷了，有多少脑科学家能有机会从内部研究自己的中风？然后第三个念头，可是我是一个很忙的女人啊，我没时间中风，好吧，那我就花1-2个星期处理一下这件事，然后回去工作。这是他自己在 TED 演讲上说的，全场爆笑。可笑声背后，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一点都不好笑。他知道自己必须打电话求救，可问题是，他已经不认识数字了。电话上的那些符号，在他眼里只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像素和弯弯曲曲的线条。他记不住任何电话号码，甚至不知道电话号码是什么概念。他唯一记得的是自己办公桌上有一叠名片。他走到书桌前，抽出一大叠名片，可他完全无法阅读上面的文字。他只能等左脑偶尔回来的那几秒钟清醒时刻，在那短暂的窗口里，用尽全力去辨认名片上那些弯弯曲曲的图案。然后他又飘回来乐园，然后左脑又回来几秒，他再辨认一张，然后又飘走，如此反复。45分钟，他花了45分钟，才在那叠名片中往下翻了大约2公分，找到了同事的名片。他认出了名片上那个深红色的大脑图案，那是实验室的标志。然后他要把名片上的数字和电话上的数字一一比对，可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按过哪些数字了。于是他用瘫痪的右臂像树桩一样压住已经按过的数字键，这样当他再次从乐乐园飘回来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按到了哪里。终于
电话接通了，他的同事拿起电话说了一句话，可在吉尔听来，那些话听起来就像一只金毛猎犬在汪汪叫。他在心里清清楚楚地组织好了一句完整的话：我是吉尔，我需要帮助。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声音也像一只金毛猎犬在汪汪叫。他后来说，在那一刻他才意识到，哦，原来我已经不会说话了，也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了。直到他试图说话的那一刻，他才知道语言已经离开了他。好在他的同事从语气中听出了不对劲，立刻派人去找他。不久后，吉尔躺在从波士顿一家医院开往麻省总医院的救护车上，蜷缩成一个胎儿的姿势。他感觉自己的生命力像一颗气球被慢慢放弃，他的精神正在从身体中退出。他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了最后一句话：再见了，再见了。2周半后，外科医生在麻省总医院为他进行了脑部手术，从他的大脑里取出了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血块，那个血块就压在他的语言中枢上。手术成功了，但他的康复之路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8年是吉尔人生中最漫长也最深刻的旅程。手术后的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一个住在成年女性身体里的婴儿。他不会走路，不会说话，不会读写，不记得自己的任何过去。他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叫什么，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工作，不知道自己住在哪里。他甚至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概念。当他的妈妈从印第安纳州赶到波士顿时，病房里所有的医生和同事都兴奋地议论着那位传说中的妈妈要来了。可吉尔心里只有一个困惑：什么是妈妈？然后他的母亲做了一件让所有人动容的事。他走进病房，绕过所有医生，向同事们点了点头，走到床边，掀开被子，爬上床，把女儿抱在怀里，开始轻轻摇晃她，就像37年前一样，就像抱着一个婴儿。然后他们开始了漫长的重建。他的妈妈用了一个极其聪明的方法来帮助他恢复语言。他从不问是非题，因为是非题不需要你动用语言能力。他问的是选择题：你想喝汤，还是想吃烤起司，还是想吃尾鱼？吉尔会犹豫着重复那些音节：汤，汤，然后忽然记忆的一个碎片闪过，汤。他记起了这个字，记起了它代表的东西。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一个概念一个概念，他在妈妈的帮助下重建了自己的心智。他要重新学习什么是一，什么是加法，什么是字母表，什么是句子。有一次，他的妈妈教他算数，1+1等于2。他忽然问了一个让人心碎的问题：什么是一？8年，从婴儿到完全康复，整整8年。在这8年里，吉尔经历了一般人无法想象的挣扎。他要重新学会每一个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技能。走路这件事，对一个失去了左脑空间定位能力的人来说，就像要在没有地图的迷宫里找路。他的朋友凯莉陪他练习走路。一开始，他只能摇摇晃晃地挪动几步。他们每天去附近一个他曾经很喜欢的公园，慢慢地绕湖散步，看着树和石头。有一天，凯莉帮他爬上了湖边的石头，吉尔忽然感觉到了一种久违的东西。他的灵魂好像又开始飞翔了。他知道自己会没事的，但康复之路远不只是身体的重建，最困难的部分是重建自我。想象一下，你忽然失去了所有的记忆，所有的情感连结，所有构成你是谁的东西。然后有人告诉你，你曾经是哈佛的科学家，你曾经发表过论文，你曾经在学术界有一席之地，可这些对你来说毫无意义。你不知道哈佛是什么，不知道论文是什么，甚至不知道学术界是什么。你面前有2个选择，一个是努力恢复过去的自己，重新成为那个高成就的科学家，另一个是接受过去的自己已经死了，然后看看从废墟中会长出什么新的东西。吉尔和他的母亲做了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他们为过去的吉尔泰勒举行了一场象征性的葬礼，他们哀悼了他曾经是的那个人，然后放手了。他的母亲说，如果他的认知能力永远回不来，如果他永远无法再做逻辑思考，那也没关系，他依然可以有一个人生，依然可以是他自己，只是不能再用过去的标准来衡量他了。然后他们向前走了。问题不再是如何回到过去，而是从现在开始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新吉尔诞生。这个决定改变了一切，因为从那一刻起，吉尔的康复不再是一场与失去的过去的战斗，而变成了一场与崭新的未来的冒险。
他不再试图恢复旧的神经回路，而是开始建立全新的连接。他的大脑展现出了惊人的可塑性，神经元像藤蔓一样重新生长，寻找新的路径。8年后，当他终于完全康复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原来的吉尔了。他是一个全新的人，一个同时拥有科学家的左脑和觉醒者的右脑的人。而最让他的医生们震惊的是，在康复过程中，他保留了中风时右脑体验的记忆。按照常理，一场如此严重的脑损伤应该会抹掉事件本身的记忆，可吉尔不但记得那天早上的每一个细节，而且他记得那种涅槃般的感觉。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如何在不中风的情况下回到那种状态。他说，在康复的过程中，他有意识地保留了右脑的优势地位，他不允许左脑的旧习惯完全接管。他学会了选择，在需要逻辑和语言的时候启动左脑，在需要和平和连结的时候回到右脑，就像学会了同时操作2台电脑一样。有人曾问他，你康复后第一次重新走进实验室是什么感觉？他说，我看着那些大脑标本，看着那些我曾经每天研究的神经组织，忽然理解了一件以前从未理解的事情。我以前研究的是死去的大脑，是固定在福尔马林里的组织切片，可在中风那天，我研究的是活着的大脑，是我自己正在运作，正在崩溃，又正在展现奇迹的大脑。那是完全不同层次的理解，就像一个学了一辈子水文地理的人忽然被扔进了大海。那么问题来了，在中风那个早晨，在大脑崩溃的4个小时里，吉尔到底触碰到了什么？让我们严肃地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他的体验。但这个故事真正惊人的部分，不是他如何中风，也不是他如何康复，而是他在那4个小时里看见了什么，以及他在康复的漫长岁月里理解了什么。吉尔说，当他的左脑完全关闭的时候，他体验到了一种人类正常状态下几乎不可能触及的意识状态。他的自我消失了，不是减弱，不是模糊，不是偶尔走神那种程度的消失，是彻底的、完全的、毫无残余的消失。没有了我这个概念，没有了过去的记忆，没有了对未来的担忧，没有了所有那些界定我们身份的标签和故事。37年的人生经历，所有的成就和失败，所有的爱与恨，所有的恐惧和希望，全部清零，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纯粹的、当下的、无边界的存在感。他后来在书中写道，在我失去左脑自我意识的时候，我才理解到，这具身体不过是一个门户，一个让生命能量在这个物质世界中显现的精致门户。我曾在这个生命的框架里活了这么多年，却从未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过客。他用一个非常精确的比喻来描述这种体验。他说，想象你的大脑里有一台永不停歇的广播电台，24小时不间断地播报新闻、评论、计划、担忧、回忆、自我批评、社会比较。这台电台就是你的左脑。而那天早上，有人直接把这台电台的电源拔掉了。忽然之间，不是外面的世界安静了，而是你里面的世界安静了。而在那片前所未有的宁静中，你发现了一个一直都在那里却被喋喋不休的电台盖住的东西，那就是和平，深邃的、浩瀚的、宇宙级别的和平。吉尔在那场著名的 TED 演讲最后说了一段话，至今仍被无数人引用。他说，我还活着，我还活着，而且我找到了涅槃。如果我找到了涅槃，而我还活着，那么所有活着的人都能找到涅槃。我想像一个充满美丽、和平、富有同情心、充满爱的人的世界。他们知道自己随时都可以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可以有意识地选择踏入右脑的意识，找到这份和平。全场起立鼓掌，很多人落泪。这听起来很像冥想大师们说了几千年的东西，对吧？佛陀说的涅槃，基督教神秘主义者说的与神合一，印度教说的反我亦如，道家说的无为。可吉尔不是冥想大师，他是哈佛训练出来的神经解剖学家。他用解剖学的语言为这种体验提供了一个生物学基础。他说，涅槃的体验存在于我们右脑的意识回路中，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选择启动那些回路，而平静就在一个念头之外。这个发现的意义远比表面看起来更深远。近年来的神经科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吉尔的直觉，
科学家发现了一个叫做预设模式网络的大脑系统。这个网络由内侧前额叶皮质、后扣带回皮质、楔前叶和角回等脑区组成，在我们不做任何特定任务的时候最为活跃。也就是说，当你发呆、做白日梦、回忆过去、幻想未来、揣测别人的想法、自我反省的时候，这个网络就在全速运转。它是我们大脑的待机模式，但它一点都不闲。这个预设模式网络本质上就是吉尔所说的那台永不停歇的电台。2023年，一篇重要的综述论文指出，预设模式网络负责整合和广播记忆、语言和语义表征，以创建一个连贯的内在叙事。这个叙事反映了我们的个人经历，是我们建构自我感的核心，塑造了我们如何感知自己以及如何与他人互动。简单来说，预设模式网络就是制造我的那台机器。有趣的是，研究发现冥想可以降低这个预设模式网络的活动。经验丰富的冥想者，他们预设模式网络的活动明显低于普通人，他们在抑制思绪漫游方面表现得更加出色。而当这个网络的活动降低时，人们报告说会体验到一种自我边界模糊的感觉，一种与周围世界融为一体的感觉。听起来是不是很像吉尔在中风时描述的那种体验？更惊人的是，裸盖菇素等迷幻物质的研究也指向了同一个方向。科学家发现，裸盖菇素会在预设模式网络相关的脑区产生最大的变化。在安全的临床环境下，受试者报告的体验与吉尔描述的惊人地相似，自我消融、万物一体、深邃的和平与无条件的爱。而在这些体验过后，许多严重抑郁症患者报告说，他们的症状显著减轻，有些甚至达到了完全缓解。这些研究正在被开发为新一代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案。也就是说，吉尔在1996年那个早上靠一场中风骇入的大脑状态，可能正是冥想修行者花几十年训练才能触及的状态，也可能是新一代神经科学疗法试图通过药物来诱发的状态。他用自己濒死的身体为科学界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窥见了意识拼图中一块一直被忽略的碎片。但吉尔的洞见不止于此，在完全康复之后，他花了多年时间思考自己的经历，并在2021年出版了第2本书。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一个更精细的大脑模型。他说，传统上我们把大脑简单地分为理性的左脑和情感的右脑，但这其实是不准确的。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被教导右脑是情感脑，左脑是理性脑。但神经科学已经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情绪性的边缘系统组织是均匀分布在左右2个半球的，也就是说，每个半球都同时拥有一个思考脑和一个情绪脑。基于这个发现，他将我们大脑里的角色分为4个。第1号角色，左脑思考者，他是那个有条理、有纪律、讲逻辑、关注细节、能区分对错的理性自我。他追求效率，尊重权威，计划周密。他就是你在工作会议上表现出来的那个人。第2号角色，左脑情绪者，他是那个焦虑的、保护性的、容易被过去的伤痛触发的自我。他活在过去的阴影里，不断提醒你那些曾经受过的伤害，那些被背叛、被拒绝、被嘲笑的记忆。他让你筑起高墙，拒绝信任，随时准备战斗或逃跑。第3号角色，右脑情绪者，他是那个活在当下，充满好奇、爱冒险、懂得享受的自我。他想玩耍，想探索，想体验新事物，想和人连结。他让你在音乐中起舞，在阳光下微笑，在朋友面前卸下防备。第4号角色，右脑思考者，这就是吉尔在中风时遇见的那个宇宙意识。他感觉到万物一体，充满无条件的和平与爱。他是冥想者追求的境界，是宗教传统中所说的真我或神性。吉尔说，这4个角色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脑子里运行，他们不是先后出场的，而是同时存在的。问题不在于消灭其中某一个，而在于我们能不能意识到此时此刻是哪个角色在主导我们的行为，以及我们能不能有意识地选择让另一个角色接管。他发明了一个叫做大脑集会的工具，5个字母：呼吸、辨认、感谢、询问、导航。当你遇到情绪困扰的时候，先深呼吸，让自己回到当下，然后辨认此刻是哪个角色在说话。是1号在焦虑地制定应对计划吗？
是2号在恐惧地重播过去的伤痛吗？是3号想逃避去玩吗？然后感谢那个角色的存在，因为每个角色都有它的进化功能。接着询问其他角色的看法，让4个声音都发表意见，最后由你这个总指挥来选择，让哪个角色来引导你的下一步行动。这听起来简单，但背后的神经科学原理是深刻的。当你能够辨认出现在是我左脑的情绪者在恐慌的时候，你就已经不再完全被他控制了。你从角色本身退后了一步，变成了观察者，而这个观察者的位置或许就在右脑那个安静的角落里。吉尔还提出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法则，叫做90秒法则。他说，任何一种情绪的化学物质从被触发到流经全身，再到被完全代谢清除，整个过程只需要90秒。90秒之后，如果你还在愤怒，还在恐惧，还在焦虑，还在难过，那不是因为那些化学物质还在你体内，它们已经走了。你之所以还在难受，是因为你选择了重新启动那个回路，你在反复告诉自己那个让你痛苦的故事，而每讲述一次，你的大脑就重新释放一轮90秒的化学物质。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可以生气一整天，甚至一辈子，不是因为那件事一直在发生，而是因为他们一直在对自己重播那件事。如果你能在90秒之后有意识的不再重新启动那个回路，你就会发现情绪像一波海浪一样升起，然后自然退去。而在海浪退去之后的那片平静里，你会短暂地瞥见吉尔在中风那天看到的东西。想想看，这意味着什么？当你在深夜里因为一条社交媒体上的评论而辗转难眠时，那是谁在控制你？多半是2号角色左脑的情绪者，他把你拉回过去的伤痛里，让你反复咀嚼那种被否定的感觉，每咀嚼一次就是一轮新的90秒化学轰炸。当你在假日里放松下来，听着音乐，感受着阳光时，那是谁在享受？多半是3号角色右脑的情绪者，他让你沉浸在当下的感官体验中。当你在工作中面对一个复杂的问题，条理分明地列出解决方案时，那是1号角色在发挥作用。而当你在某个安静的时刻，忽然感觉到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宁静，觉得一切都是完美的，觉得自己和天地万物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那可能就是4号角色的短暂现身。吉尔说，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困在1号和2号之间来回切换，1号忙着计划和控制，2号忙着担心和恐惧，偶尔3号出来玩一下，马上被1号叫回去继续工作。而4号呢，大多数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真正碰过他就安安静静地待在右脑深处，像一个从不说话的智者，等着你来问他的意见。可你从来不问，因为1号和2号的声音太大了，你根本听不到4号在说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吉尔把中风称为一份礼物，因为那场中风做了一件正常生活中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把1号和2号同时关掉了。在那片忽然的寂静中，4号终于有机会说话了，而他说出来的话改变了吉尔的一生。他说，你是宇宙生命力的一部分，你是50兆个美丽的分子天才组成的形态，你与万物合一，而和平就在这里，就在此刻，就在你的体内，从未离开过。现在这里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大脑真的同时拥有这4个角色，如果4号角色的和平体验真的是基于真实的神经回路，而不只是中风时的幻觉，那我们为什么进化出了这样的大脑结构？为什么我们的大脑里同时住着一个焦虑的竞争者和一个宁静的宇宙意识？这是进化的失误吗？还是有某种更深层的设计？吉尔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他的故事暗示了一个可能的答案。也许左脑的功能、语言、逻辑、自我意识、时间感是我们在物质世界中生存所必须的工具。没有左脑，你无法觅食，无法避险，无法与他人沟通合作，无法建造文明。左脑让我们活下来，但右脑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活着。没有右脑的和平感和连结感，我们就只是一台永不停歇的求生机器，永远在追逐，永远在担忧，永远不满足。听起来像不像你每天的状态？也许人类大脑的真正奇迹不在于左脑的智慧或右脑的和平，而在于这两者共存于同一个3磅重的器官中。我们同时是焦虑的计划者和宁静的观察者。
同时是个体也是整体，同时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而我们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能力，那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吉尔在 TED 演讲结尾的那段话说得最好，他说，我们是谁？我们是宇宙的生命力，拥有灵巧的双手和2个认知心智，我们有能力在每一个时刻选择，我们想成为谁，我们想如何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就在此时此刻，我可以踏入右脑的意识，在那里我们合一，我是宇宙的生命力，我与万物同在。或者我可以选择踏入左脑的意识，在那里我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坚固的，与你分离的。我是吉尔泰勒博士，知识分子，神经解剖学家，这就是住在我里面的我们。你会选哪一个？你选了哪一个？又是在什么时候？让我们把视野再拉远一些，聊聊这个故事最深层的意义。吉尔的故事之所以触动了全世界几千万人，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精彩的科学冒险故事，不仅仅因为一个脑科学家从内部观察自己的中风听起来很酷，更深层的原因是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回答了一个困扰人类几千年的终极问题，那就是和平到底在哪里？我们到底是谁？几乎所有的文明都在追问这些问题，几乎所有的宗教传统都告诉我们，在日常意识的嘈杂表面之下，存在着一种更深层的宁静。可这些传统往往把这种体验包装成遥不可及的圣人境界，需要出家、苦行、闭关、几十年的冥想才能触碰到一点边。而吉尔用他的中风粗暴而直接地撕开了这层包装。他说，这不是什么超自然的神秘体验，这就是你右脑的正常功能。你的大脑里本来就住着涅槃，本来就住着和平，只是被左脑那台永不停歇的电台盖住了。你不需要成为圣人，你只需要偶尔让那台电台安静一下。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好吧，我知道和平就在我右脑里了，然后呢？我又不可能让自己中风，也不想吃迷幻蘑菇，有没有什么正常人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做到的事情？吉尔的回答是，有，而且比你想象的简单得多。第一，理解你的大脑，光是知道你脑子里同时住着4个角色，知道那个焦虑的声音不是全部的你，这个认知本身就已经是巨大的解放。大部分的心理痛苦来自于我们完全认同了脑子里最吵的那个声音，我们以为那个焦虑的、恐惧的、自我批评的声音就是真实的自己，可它不是，它只是4个角色中的一个。当你理解了这一点，你就已经从它的控制中退后了一步。第二，练习90秒法则。下次你被某种负面情绪淹没的时候，不要试图压制它，也不要喂养它，只是观察它，告诉自己，这是一波90秒的化学反应，它会过去的。然后深呼吸，等待。你会惊讶地发现，如果你真的不去重新启动那个回路，情绪退去的速度比你想象的快得多。第三，每天给右脑留一点时间，不需要正式的冥想课程，不需要盘腿打坐，任何能让你的左脑安静下来的活动都算。听音乐、散步、画画、园艺、游泳、跳舞，或者只是安静地坐着看天空看5分钟。重点不是你在做什么，而是你在那段时间里不做什么。你不看手机，不想工作，不计划明天，不反刍昨天，你只是存在。在那几分钟里，你可能会瞥见那个一直被遮蔽的和平，也可能不会。但每一次练习，你都在告诉你的大脑，嘿，那台电台不需要24小时都开着，偶尔关一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吉尔说他每天睡觉前会做一件事，他把一只手包住另一只手，假装自己握着的是上帝的手，然后感谢这一天的所有祝福。这不是宗教仪式，这是一个神经解剖学家有意识地启动右脑和平回路的方式。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来做同样的事情。当然，批评者也不少。有人说他的体验不过是大脑在缺氧和出血状态下的生理幻觉，没有任何形而上的意义。有人说他过度简化了左右脑的区别。真正的脑科学远比这种二分法复杂得多。大脑是一个高度整合的系统，每个功能都涉及多个脑区的协同运作。还有人质疑说，一个濒死状态下的主观体验能否作为科学证据？这些批评都有其道理。但吉尔从来没有宣称自己发现了意识的最终答案，他一直强调的是一个更朴素也更有力量的观点，
那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里都有不同的意识回路，我们有能力选择启动哪些回路。我们不只是左脑告诉我们的那个焦虑的、计划的、担忧的、竞争的自我，在那个自我之下，还有另一个自我，一个安静的、完整的、与万物相连的自我。吉尔如今依然活跃，他在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任教，继续担任哈佛脑库的全国发言人。他用彩色玻璃手工制作解剖学精确的大脑模型，作为艺术品出售。他说自己现在是一个被右脑改造过的左脑人，不再像从前那样过度分析一切，而是学会了在逻辑与直觉之间找到平衡。他每周会留出一天作为安静日，不说话，沉浸在右脑的意识中。他弹吉他、划水、做艺术，活在当下。他有意识地避免进入大脑中那些住着不耐烦、批评和担忧的角落。每当他的意识飘到那里，他就有意识地回到右脑那个他已经非常熟悉的和平之处。他从不后悔那场中风，他说那是发生在他身上最好的事情，因为他教会了他一件事：涅槃从来不在远方，它就在一个念头之外。他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被问到，如果可以选择，你愿意回到中风之前的自己吗？他毫不犹豫地说，不，那个人已经死了，我不想把他带回来。我现在活在一个更丰富的世界里，我的艺术蓬勃发展，我的音乐蓬勃发展，我得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还说了一句让很多人深思的话，他说，我不喜欢人群，你不可能拉我去看电影，在机场我得戴上太阳眼镜。因为他的感官系统在中风之后变得更加敏感了，他把这看作是右脑主导的结果，他的感知不再被左脑的分析滤镜大量过滤，所以世界变得更加鲜明，更加生动，有时候也更加刺激。这让我想到一个很少有人谈论的问题，我们日常感知到的现实到底有多真实？吉尔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所谓的正常现实其实是经过大脑极度加工过的版本。你的左脑每时每刻都在把海量的感官信息筛选、分类、贴标签，组织成一个有逻辑的故事。这个过程中，绝大部分的原始信息都被丢弃了。你看到的不是世界的原貌，你看到的是左脑告诉你的关于世界的故事。而吉尔在中风那天看到的，也许就是在故事被剥离之后，那个未经加工的原始世界，那个由纯粹能量和连结构成的世界。它不一定比左脑的故事更真实或更不真实，但它一定更大、更完整、更不受限。就像你摘下一副戴了37年的有色眼镜，忽然发现天空不只是你一直以为的那个颜色。所以当我们问他到底看见了什么，也许答案比我们想象的更简单，也更深刻。他看见了没有故事的世界，他看见了在所有叙事之下，在所有身份之下，在所有恐惧和欲望之下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不需要名字，不需要标签，不需要解释，它就是存在本身。回到那个最初的问题，他到底在濒死之际看见了什么？他看见的可能不是宇宙的终极真相，也可能不是某个神秘维度的大门，他看见的是我们自己大脑的另一半，那个一直都在那里，一直在安静的运行，一直在感受着万物的连结，却被我们喋喋不休的自我叙事永远盖在下面的另一半。他把这个发现叫做动物中风。中风给了他一个不寻常的礼物，让他在失去一切之后看见了一直被遮蔽的东西。而他花了后半生的时间告诉世界，你不需要中风也能看见它，你只需要学会在适当的时候让左脑那台永不停歇的电台安静一下，哪怕只是90秒。他在 TED 演讲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相信我们花越多的时间选择启动右脑深处的内在和平回路，我们就能向世界投射越多的和平，而我们的星球就会变得越和平。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传播的想法。这是一位哈佛脑科学家用一场中风写下的情书，写给他的大脑，写给我们所有人的大脑。而那份和平此刻就在你的脑子里，在那台电台的静音键上，你只需要按下去，